迎收看小姐姐的世界地图。相信大家都听过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吧？今天小姐姐就带大家去参观位于意大利 Verona 维若纳有名的朱丽叶之家哦。Verona 是位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区的古罗马城市，它是位于米兰与威尼斯中间的城市，但它从威尼斯过来会比较近一点哦。从威尼斯坐火车过去的话，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。Verona 之所以有名，是因为莎士比亚名作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以此地作为故事背景而闻名，所以它有爱之都的美誉哦。这个城市在200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，以独特的古罗马竞技场、中世纪建筑和充满浪漫气息的朱丽叶之家吸引众多旅客前往。一开始抵达 Verona 的时候，我们先进了老城城门，首先来到这个大广场布拉广场。这个布拉广场旁边有个青铜骑马雕像，他是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位国王维托里奥·艾曼纽2世。广场旁边还有一整排的餐厅和咖啡厅，白天或晚上走在这条路上都非常惬意哦。往前走一点，我们会看到 Verona 圆形竞技场，它是世界上第3座圆形剧场，于西元30年古罗马时期兴建完成的哟。比罗马竞技场还要早就兴建完成了，只是12世纪大地震毁掉了一部分，还好主结构没有受到影响。它比罗马竞技场小一点，但比罗马竞技场保存得更完整哦。现在这个竞技场还时不时会举办歌剧演出哦。竞技场旁边那栋就是市政厅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沿路逛到朱丽叶之家咯。我们决定先从当地有名的逛街大道走进去，因为它刚好就在竞技场的旁边。这条有名的大道叫做马志尼大道。仔细品味一下当地美丽街道的建筑，是不是超级有异国情调的呢？爱逛街的朋友这里有很多知名的品牌都看得到哦，可以边欣赏街景边来逛一下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终于来到期待已久的朱丽叶之家咯。先跟大家讲一下小故事。其实很多人以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是真实发生在 Verona， 但其实没有历史证据证明罗密欧和朱丽叶这2个人物是真实存在过的哟。不过Verona 当时真的是有2大知名家族是存在对立关系，有其他作者的作品也有提到过哦。只是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这2个人物应该是属于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而已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当时 Verona 当地的2大知名家族，他们的名字叫做蒙泰古家族、卡普雷特家族。比照一下罗密欧与朱丽叶作品中的2大家族的英文名称，是不是很像呢？所以大家才会口耳相传莎士比亚是以这里当背景来写这部作品的哟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朱丽叶之家，目前是需要买门票才能进入的哟，有分不同区的门票，价格都不同哦，而且要上网预约，可以上官网查询，官网连结小姐姐会放在说明栏中哦。进入中庭的话，比如说看雕像还有仰望阳台的话，费用大约是5欧左右。若要包含进入房屋内并上2楼阳台的话，费用大约是12欧左右哦。小姐姐当时去的时候，参观中庭只看雕像和仰望阳台是不用付费的，但据说现在开始要收门票了。进去后，我们会看到朱丽叶铜像和那个著名的阳台，旅客们会排队和朱丽叶铜像拍照。传说中摸朱丽叶的胸部可以带来感情好运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朱丽叶胸部的金色部分已经被摸到褪色了。虽然朱丽叶是文学虚构的人物，朱丽叶之家也非真的朱丽叶住过的地方，但还是超多旅客慕名前往拜访的热门景点哦。大家还是会在旁边的纪念品店买伴手礼，希望能带来感情好运。朱丽叶之家通常周一会休馆，另外圣诞节或者是1月1号元旦通常也会休馆哦。去之前可以上网确认一下。有朱丽叶之家，当然也要有罗密欧之家咯。和朱丽叶之家相同，
罗密欧之家也是虚构的地方，但罗密欧之家目前都没有对外开放，所以当地的朱丽叶之家相对较有名哦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罗密欧之家的门口，大家只能看看门口解解瘾咯。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逛一下当地有名的知名景点。首先我们先来到了香草广场，翻译的关系，它也被称为百草广场或药草广场哦。从中世纪以来，它就是 Verona 的古老集市中心，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广场上有着许多摊贩，贩卖着当地的小零嘴、水果、饮料等等。旁边四周环绕着古色古香的建筑，是感受当地生活气息的绝佳去处哦。另外，在香草广场旁边有一个知名的朗贝尔蒂塔，可以付费登塔俯瞰 Verona 市区的美景。一般登塔的话，票价大约6欧哦。部分族群像是7岁以下孩童、导游等等，好像是免费的，可以上网查一下。一旁的马费宫是一座雄伟的巴洛克式建筑，宫殿装潢华丽，顶部设有希腊雕像，是最重要的艺术收藏地哦。接下来我们往旁边走过去，就来到了领主广场，它也被称为但丁广场哦。但丁是西方伟大诗人，有着文艺复兴开拓者、意大利语之父的称号。他曾在13世纪时遭到佛罗伦斯政府的流放，但却受到当时统治 Verona 的史卡拉家族的礼遇接待哦。因此，但丁在1301年到1304年之间曾旅居 Verona。而这座但丁雕像是在1865年时，为了庆祝但丁600岁冥诞所建造的哟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座老城堡，查了一下名字是史卡拉家族城堡。Verona 在史卡拉家族100多年的经营之下，使其成为了欧洲文化重镇，也与佛罗伦斯的梅迪奇家族和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齐名。位于阿迪杰河畔的史卡拉家族城堡，其宏伟的外观搭配上红砖拱桥，仿佛代表着这家族屹立不摇的骑士精神。在城墙桥上的洞看出去，还可以看到城市美景哦。晴天的话，这里会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点。今天桥上刚好遇到有人在演奏乐曲，美妙的音乐搭配上美丽的景色，真的是值得了。史卡拉家族还有个知名的墓园，叫做史卡拉家族墓园。但因为我们经过的时候是晚上，我们也只是跟着人群经过，稍微看了一下，没有特别拍影片了哟，不好意思大家。因为你知道的，东方人我们还是有一点迷信，所以呢，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自己路过看一下哦。最后，我们还去逛了阿迪杰河，这条河环绕穿越着 Verona 城市。它提供了优美的河畔漫步体验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来，都有着不同的感受哦。
另外有时间的朋友还可以去圣彼得堡，它位于阿迪杰河畔的小山丘上，可以眺望整个 Verona 市区的美景哦。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小姐姐们就没有去了。小姐姐真的很喜欢 Verona， 它是古罗马、中世纪、文艺复兴时期3个时期并存的美丽城市。我们觉得它的美完全不输意大利的其他有名城市哦。岁月反而让这座城市建构出最美的历史倩影。若有去威尼斯的朋友，别忘了也来此地走一走哦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介绍到这边，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小姐姐影片的话，请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感恩的心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